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矢量财经。我们主要做的是区块链项目的科普介绍，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大家了解项目，提升认知。从关注我们开始。本期是我们 Web 3.0 系列的第2期，今天要来给大家讲的是社交板块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说一说社交的发展，同时也展望一下社交在 Web 3.0 时代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。在 Web 2.0 时代，我们的社交关系基本上被各大平台掌握，微信、抖音还有阿里等巨头。我们的聊天数据在微信上，娱乐数据在抖音上，购物数据在淘宝上。这些应用之间相互分割，无法互通。我们的个人信息会被大数据利用来做广告投放，大部分的收益被平台获取。根据 A16Z 合伙人 Chris Dixon 的说法，目前互联网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被5家左右的公司所掌控，这是一件挺离谱的事情。那 Web 3.0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Web 2.0 巨头垄断的问题，将互联网的所有权归还给用户。Web 3.0 时代的社交要从数据存储、还有社交图谱、代币经济等多个方面来进行发展，当然还有很多协议层面的东西，因为比较底层，所以这个视频就暂不讨论。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数据存储。 Web 3.0 时代的社交数据应该存储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中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很好的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冗余，而且用户对个人的社交数据有最终的所有权。目前来看，在存储板块比较头部的项目还是 IPFS、AR 等。通过这些专用的存储解决方案，用户的数据可以分布式的存储在全球不同的服务区上面，相比于将数据存储在腾讯、抖音或者阿里这样的中心化的机构，更加安全，隐私性也更强一些。另外一个是社交图谱。社交图谱说简单一点，就是用户的社交记录等等一系列数据的组合。在 Web 2.0 时代，每个平台都是孤立的，无法共享身份信息，这就导致我们在使用一个全新的应用时，总是需要重新去注册，从头开始建立身份信息。那 Web 3.0 目前已经推出很多基于社交图谱的产品，比如我们已经用过的 Project Galaxy， 它可以抓取你在链上的所有行为，然后每个行为都会生成相应的 NFT， 这样每个用户的数字身份就非常具体了。比如你是 Uniswap 的忠实用户，或者你拥有非常多的 NFT 等。建立社交图谱的好处是可以随时进行调用，比如一个新的应用开始启动，只需要通过 Project Galaxy 这样的社交图谱应用，就可以抓取到一个用户是不是自己的潜在用户，空投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比如你只要通过 Uniswap 进行过交易，就可以有资格获得空投等，这就是建立社交图谱的必要性。目前在社交图谱这块，除了 Project Galaxy 之外，还有其他几个，包括 CyberConnect、5 Degrees、Lend Protocol 这些应用，除了可以记录用户在链上的活动之外，还能建立用户链上关系。CyberConnect 也是基于 IPFS 建立的。那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代币经济。 Web 2.0 时代的收益大部分是属于平台的，创作者在平台上进行创作，大部分创作者能拿到的收益是非常少的，获利的只有平台或者一些头部的网红。那在 Web 3.0 时代，可能就会颠覆目前的现状，玩法也会有更多的变化。比如目前就有几种比较主流的玩法 ，Relay 的粉丝经济是一种，可以帮助创作者发行粉丝代币，随着创作者人气上升，代币价值上升的时候，创作者和持币粉丝会共享这个收益。另外一种是创作内容 NFT 化，比如 Mirror 就可以帮助创作者将每篇文章铸造成 NFT， 同时为 NFT 发起众筹，参与众筹的人获得 NFT 转手费用的分红以及份额的升值空间。还有一种是社交关系的 NFT 化 ，Lend Protocol 将用户的社交关系 NFT 化。目前代币经济的设计还有很多问题 ，Gas 费用问题，还有用户基数、粉丝数量的问题，都会导致创作者的收益比较少，所以这块还得持续的去迭代发展。作为需求最大的社交板块，未来可能会有不错的发展，大家也可以去持续关注。那好了，本期关于 Web 3.0 社交板块的介绍就说这么多。视频中我们提到的一些项目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研究。有想要了解的其他区块链项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用，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。